像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拿非常专业，可以拍3、4千万的相机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影像它太精致、太专业，反而会给我们一种距离感。但是也因为它的这个质感，可以让我们唤起所谓的怀旧感。另外，摄影师陈冠霖也教大家怎么拍出这种复古感。只要走到你家旁边的小巷公园，选在清晨傍晚阳光没有那么强的时候，若想要滤镜感，打开闪光灯或用简单道具，就能很有不同气氛。熟悉场景在外国人眼中变得很新奇，用不同角度诠释我们的日常。现在回看6月接受新闻台的采访，我认为是该好好的透过一支影片的篇幅跟各位聊聊昏黄柔和的光线。香炉的一缕青烟，斑驳怀旧的巷弄，机车与平凡但富人情味的街角风景，这些正是台湾感性这个文化现象的视觉代表。这个名词最早源自于韩国网络社群，用来形容他们眼中的台湾日常生活景象。这个风潮在韩国快速流行起来，像是 QQ 主唱吴赫与韩模黄志敏曾经在台湾街头拍摄婚纱照。其中一个场景便是在新生和平天桥所拍摄的。这些影像藉由社群媒体的分享扩散，不仅投射出外国民众对于台湾日常的向往与情感共鸣，台湾感性这种美学更是一种文化投射与价值观的交流。这次的影片我想聊的并不是教大家怎么透过相机去拍摄，去复制更多的台湾感性，反而我想借由这种美学去提出一些可以更加深入甚至是反思的观点。台湾感性在这1-2年来说，它是潮流，它是流量密码，它也是许多影视作品建构出的美学。这些其实是筛选过的台湾，而并非全面的日常。它更像是他者的凝视，一种外国人如何看待台湾街景的滤镜，不一定等同于台湾民众自身的认知。你问我，在台湾街拍的照片就符合台湾感性吗？是否需要满足特定条件，甚至像是套公式的在影像中加入某些元素，才有办法进到台湾感性的类别当中呢？我们可以反思的是，如果过于强调温暖、浪漫、人情味与怀旧，就容易沦为美化现实，完全的排除掉混乱、吵杂、破碎的城市街景。回到新生和平天桥这个去年年底时就已经拆除的地景，当时的我透过相机见证了正式拆除前一晚的模样。从杨德昌的《一一》、李安的《饮食男女》等影视作品，再到唯美婚纱照，一段带有台湾感性的城市记忆，也在政府的介入下成为了回忆。这次影片呈现出的所有照片，都是用这台 Sony 于2007年推出的单眼相机 Alpha 700。虽然仅有1220万像素，跟现今动辄3000万、4000万像素的高阶相机来说，完全不可比拟。但它呈现出的色调、合适的体积与重量，以及内建闪光灯的优点，成为我日常街拍的首选之一。我们再把时间移到9月12日周五傍晚。我带着 Alpha 700来到位于台北市大安区，在基隆路与罗斯福路交汇的公馆圆环拍些照片。当天大约5点左右抵达，现场已有大批的警力以及许多透过手机、相机拍摄的民众。七叉路口公馆圆环是连接大安、信义、文山、中永和的重要交通节点。落成于1967年，并做过5次的存废评估，最后皆得出建议维持现状的结论。直到今年3月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以交通安全为由，并指出该路口在近7年来因交通事故位居北市最高，平均每1.5天就发生1起事故，必须拆除圆环并改为十字路口。同时，圆环下方的大客车专用地下道也必须灌浆填平，才得以支撑未来行驶路线的车辆重量。今年5月，台北市府发包公馆圆环交通改善研究，然而隔了1个月后便要动工拆除，因安排紧迫且缺乏沟通而引发民怨。后来在反对拆除的联署下，决定延缓。8月底，交通局召开记者会，指出改造后的交通事故改善率可望达63%，宣布在9月13日凌晨动工，拆除公馆圆环，并且填平地下道。工程约65天，预计11月下旬完成。拆除与改建通常被视为进步、改善交通或美化都市的决策，但这也意味着当工程执行下去的那一刻，
旧有的日常风景将被取代，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城市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截然不同的模样。不过，工程的介入并不直接等于台湾感性的消失，而是要去思考着这次的拆除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经验。对当地的居民来说，这是怀旧的伤口，亦或是都市更新的一部分。经过人行地下道，可以看见许多民众手写的文宣、贴纸以及涂鸦。从这条约100公尺的空间里，弥漫着无奈、感伤，甚至是带有愤怒的氛围。9月12日周五晚上，现场聚集约400人，参与了手环行动、圆环大走读活动。抗议人群手持标语，喊着口号，以走读的方式穿线绕行公馆圆环1圈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的群聚活动就像是经历一场摄影器材战。反对填平地下道！反对填平地下道！塞车公馆我不要！塞车公馆我不要！停止施工！停止施工！重启协商！重启协商！圆环地下道不能拆！圆环地下道不能拆！保持理性，冷静好不好？我也冷静啊！不要动手！请你们冷静好不好？不要动手！不要！希望你们控制一下你们自己的同仁的情绪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是我们同仁，我们怎么控制我就说。不要再推了！你们才会。有声音吗？有吗？来，我们往人行道上移动。来，其他人马上往人行道移动。人行道上移动。来，帮我往人行道上移动，谢谢。来，请帮我往人行道上移动。快过马路，3线。这边还是对面。不要生气了，我们赶快过马路。小姐过，谢谢。我们往里面一点哦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往后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尽量往后退，我们尽量往后退。来，我们尽量往后退，留出一个空。直到午夜，人潮也逐渐散去，随之而来的，则是施工车此起彼落的声响。借由这几个例子，我思考着台湾感性流行的这几年，绝大多数是外国民众对台湾的想象。但我想试着把视角转回台湾民众的自身经验。我们会怀念，甚至感到可惜的街景，不一定都是网红景点，而是对你的生活产生强烈连结、具有归属感的地方。
除了台北市之外，台湾还有非常多的即将或正在消失的风景与记忆。它可以是天桥，是圆环，或是每天上学上班会经过的路口。感性，还是要交由来自这片土地上与环境长期积累出情感的人去定义。影片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想在这边说声谢谢你们。无论当天你是否来到现场亲眼见证这场拆除行动，亦或是对于公馆圆环这个交通枢纽抱持强烈的见解感，我希望透过这支影片能分享一些声音。对于台湾感性，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，可以在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关于台湾感性这个主题呢，我未来也会持续的发展下去，届时也请各位多加的支持与关注。那么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